奋勇阵者，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不能忘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生愿望，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至天荒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跟我回家了吗？将这些书稿收起来，交给齐王和尚书台。这些都是你毕生所学，你教会了他们，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？那不是正如我所愿吗？难道你不希望这大业多几个小武艺吗？你真给自己交代。就算你想找死，也得再多撑几年。天下需要一个无坚不摧的小武艺。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走。晋安王府贪赃枉法，通敌卖国之事，已查实。无论你多想帮他，萧无疑除了交出北府军权，写下罪己状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今日来，是有一样东西给你。萧无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，若他想要你这个位置，不必等到今日。你就这么信他吗？事实就摆在那里，无论你信与不信。那若是我将你扣在此处，这些证据就毫无意义。瑶瑶，你别逼我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礼貌了。若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大不了玉石俱焚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脱下这只世子妃的符纸，离开萧无疑，永远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手中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，他到现在都没有发现，信是被我拿走的。我给你3日之限，若3日后我不见无疑和萧家众人归来，不见大理寺还靖安王府一个清白，那么这份生平秘帖，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内容，会传遍整个健康。阿茂，无论是不是世子妃，我都是谢家人，有没有和萧无疑在一起，我都不会选择和你入宫。这几年我去了很多地方，过得很开心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
夭夭来过了。你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身世的？从长沙王兵变逼宫，你被突然推到监国之位的那一刻，我以为至少是在乐军除掉郡主之后，没想到比那更早。那夜，当我在健康宫中看到你时，我就在想，谢太傅蓄谋已久，为何偏偏选中了你？果不出所料，陛下立马就派人前往齐州，去探查你的身份。郡主的营使也前去凑热闹，查到了不该查到的真相。但为何那时你不？为何没有揭穿你，将这欺君之罪公布于众？因为你和我有同样的志向，我完成不了的事，你可以替我完成。我不需要一个无能的好人站在那个位置上，野心、手段他都需要有。我不觉得你的出身有任何问题。你不在乎那至尊之位，但是你需要个帮手，所以你选中了我。为了你的志向，我失去了夭夭，我失去了我的人生。我不甘愿当你的傀儡，更不甘心夭夭对你死心塌地。她那么热爱自由的一个人，居然甘心束缚在你身侧，为你付出一切。世家大族以为够和北秦，就能换来平安一隅的繁华，但这仅仅是健康城中暂时的繁华。健康城外，多少北京的百姓还生活在战乱之中。如果不除掉北秦，夺回故土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。一直，这是你在逃亡健康途中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自己忘了。选中你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萧氏父子三人贪墨修渠孔，私卖军资，通敌卖国。现查封王府，监国恩旨，非萧氏族人者可离开，不愿离开者，即刻封锁。除了老王妃，其他人都走了。何夫子只是我们家请的先生，蕊生那是我们家请的大夫。不是干女儿和妾室吗？还有那孩子。何夫子是何氏女，与萧氏无关。而于蕊生从来都不是靖安王府之人，他是北府军医署官绅。领北府俸禄。至于段子期，就更不是萧一的儿子。而老王妃，若我没记错的话，大业吕年逾5旬夫人戴罪，可居家囚禁，是否？至于我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这是萧世子的和离书，监国殿下让世子妃好好为自己考虑考虑。请诸位将我的意思告诉齐王殿下。明日就是最后期限。报！启禀殿下，正通书局撰修柳昭林前来自首。柳昭林不是已经？报！微臣恭喜殿下。孤何喜之有？启禀殿下，萧无一脑中的血瘀已近3年，已成痼疾。殿下放心，一旦经脉完全堵塞，便再无生路。依臣愚见，萧无一应活不过今年。放肆！顾何时说过要萧无一的性命？
若是萧无一无法痊愈，姑让你们整个太医署一起陪葬。下去。诺。如果不除掉北秦，夺回故土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。一直，这是你在逃亡健康途中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自己忘了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报！殿下，狱卒说，萧世子婚去之前说他没有罪可认，如果一定要认罪的话，这血写的兵书就是他的认罪书。选谢家瑜。诺。不，别选了，让谢家瑜直接去狱中接萧无一出来。诺。我来写吧。趁你知我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多长，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不能忘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生愿望，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至天荒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跟我回家了吗？将这些书稿收起来，交给齐王和尚书台。这些都是你毕生所学，你教会了他们，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？那不是正如我所愿吗？难道你不希望这大业多几个小武艺吗？你真给自己交代。就算你想找死，也得再多撑几年。天下需要一个无坚不摧的小武艺。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走。无一，母亲，父亲，哥，你们，我们回家。不会是我儿子？哎呀，你轻点儿，他现在怎么受得了你这么拍啊？哦。好，大哥，烛龙卵石的模型。萧无业，你早知我与大哥研究此法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萧无业，
难道你今日要为安陆二世翻案？这样一来，恐怕文熙帝后的身后之名就保不住了。太傅如何，过去如何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河道如何兼修，如何才能让天下百姓不再受水患之苦，尽快打通北境粮道。若他是对的，就不该被埋没。谢家云，你可愿帮我一把？安陆叛国乃铁案，而这烛龙卵石之法，20几年无人用过，那该如何证明此法的真假对错呢？那就请今日在东宫内，让河源有一个证明的机会。臣逍遥参见殿下。罪臣逍遥参见殿下。自从河道塌方，臣夜夜不眠，幸得柳先生所授，在世子妃帮助下，至此烛龙卵石，还请殿下恩准一试。准。谢殿下。祖庄，注水。这笼中卵石，需选7分棱角，3分圆润者，自下而上呈漩涡状垒起。这第3枚便是关键。若是选用全圆者，水势便如溃军散影。成了，你们看，水流变慢了，房子没有倒。不知今日此情此景，可解太傅心结。殿下，今日若不教当年文帝之错，想必还会有更多百姓受水患之苦。今日，还请殿下明示。当年文帝为夺世家之权，借修渠一案构陷安陆二世通敌北秦，令大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内乱。北秦趁机南下，践踏上京。此悲剧，正是文帝一手铸成，更是世家与寒门相争之祸。若不弃世家与寒门之分，不为安陆二世平反，上京悲剧必定重演。文熙帝后亦非神明。而天下不该只有世家与寒门之分，天下更不可系于一人之身。而你们心中那个犹如神主的文熙太子，其实他早已死在了南下健康途中。传古守谕，为安陆二世昭雪。凡有被诬之罪，一概洗除，收其遗孤，准其归籍，送入太学教养。同旨，削去逍遥一切官职，伐去岭南，解决粮道水患之难。臣鞠躬尽瘁，愿为大业嗣而后已。臣
除罪，既不加罪。望太傅告老还乡，重开学院，潜心学问，永不论政事。臣领旨。柳昭林与上河坊3项学子伪造字迹账簿，构陷靖安王府。念其起因乃世术不公，迷途知返，网开一面，流徙800里。罪人领旨。殿下，世术不公，乃大业之痼疾，还请殿下把本色园设春考为常制，以正公平。准。我没想过你会帮我。我想，阿母也应该会愿意我这么做。是，我也没想过萧无一竟然能够做到大义灭亲，为安禄翻案，甚至告诉全天下的人文熙太子已死，而断了自己的后路。看来他是真的不在乎。这天下万民祈求的，只有和平安乐。谁在乎那玉座是金子做的，还是铜做的？萧无一想要打造的那个大业，我愿意期待，也愿意帮他实现。瑶瑶，阿父王，阿父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。阿父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北境寒苦啊，要记得多穿衣。你有个好女儿。世子妃有命，不准您再糟蹋眼睛了。有人给你撑腰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属下也是奉命行事。宁有妾，朝世子妃撒气。此番巡查京畿布防，禁军战力提升，改制卓有成效，也解决了北伐的后患。世子为何依然忧心？战非我所好，战非战不能平。兴矣，亡矣，百姓皆苦。从此你就不再是奴婢，而是妙手的管事。我就把这健康的一切都交给你了。自从苍儿去世之后，我就一直在考虑你的去处。幸亏你没看上青龙，不然要真把你嫁给一个随时要上战场的人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我怎么会看上他啊？那我看他总黏着你啊。他哪里是黏着我呀？他分明是通过我黏着演月阿紫。那你呢？我自然也是黏着演月阿紫了。在男性心里，最重要的就只有女郎一个人。男性舍不得女郎。傻男星，我可是把我最大的退路都交给你了。你有经商礼仗的大才，这打仗也好，造军械也罢，
可都是很费钱的。若日后我缺钱了，写信给你，你可千万不能装没看见啊！南星发誓，一定帮女郎好好经营妙手，帮女郎赚更多的钱。家主真要把这些书都送去太学吗？这可是您辛辛苦苦收藏了一辈子的呀！既然要放手，不如放得彻底些。家主真相信殿下这条路是正确的。佳瑜，夭夭有一句话说得不错：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走的路。如今一枝储位稳固，虽然他未来会走的路未必正确，但守旧之路必然错误。我们呐，我们这些老家伙，是时候给他们让路了。太傅，真舍得离开健康啊！靖安王，太傅打算就这么放过靖安王府吗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本王亲自给文熙皇后写的罪诏。太傅难道不想知道，当年的冤案到底是谁一手炮制的吗？你不是家主！来人，有人吗？奇怪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母妃，蕊生阿紫，父王，父王不会又是去喝酒博戏了吧？秦王殿下有请世子妃移步太傅府。瑶瑶，一会儿见到太傅别哭，他虽有旁心，但好歹也养育你18载，人死过乡，就别记恨他了。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。这是夭夭亲手为阿父打磨的黑玉扳指，送给阿父当成生辰礼。怎么样，阿父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阿父会时时刻刻的带着，时时刻刻的想着我的夭夭。好。将我撕裂，却毁不掉一颗思念。那是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却。我不怕生万劫，只怕你会走远。我离开你世界，只剩永远。哪怕心跳终会理解，誓死甘愿。我只盼这人间成全你我的缘，隔着永远人天地。
声容静，头容直，气容肃。倪凯记得何意？君子行止，言语当沉稳，行作当昂首挺胸。阿父，女儿方才失礼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这辈子会过得自在些。阿父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已经准备支持归降了吗？这究竟是谁干的？小俊，什么？